阿姨，你是跟爸爸怎么认识的？我和你爸爸是在一个公司上班啊。在一个公司上班？对呀。那阿姨，公司里的人你全认识吗？哎，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话里有话的？阿姨，什么叫话里有话？哎，阿姨，你那个蛋糕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哎，我可以去吃吗？吃蛋糕去吧。耶！慢点跑。阿姨，你看啊！哎，我让你跑慢点吧，笨死了。阿姨，对不起。肯定随你妈，自己玩会儿，弄一下衣服。小心点，听到了吗？阿姨，我不小心把你水倒在你的书包里了。啊！哎呀，你生气啊你！怎么了？家里遭打劫了？都是因为小祖宗嘛，把我包弄得全是水。对不起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什么你不敢了？你看就故意的，撒这么准。这包是限量版的，你卖了都赔不起。小雪。你跟孩子较什么真？不就个包吗？洗一下不就可以了？卡卡，阿姨不是冲你的啊。啊。爸爸，阿姨好坏啊！我想要妈妈。臭小子！小雪。我们去洗澡喽。你说我一直希望您能找份工作。是希望有一天离婚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些谈判的筹码。我还真是低估了高明伟这个家伙了啊！竟然真能把这个事儿弄到法庭上去。静茹，你就直说吧，我的胜算到底有多大？如果这个事儿真的闹到法庭上，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了。法官要衡量的就不光是你的工作和经济能力了。不过好在呢，你有个优势，卡卡一直是由你来带的。不过呢，这也可能变成高明伟的一种说辞。他可以说卡卡是个男孩子，由父亲来带，在工作和生活上可能更方便一点。但是他这么忙，哪有时间呢？他可以说他的工作可以调整啊，并且他有这个能力支配时间。而你呢，你虽然现在有工作了，可是你没有支配时间的能力啊。并且这种官司是个持久战，而卡卡越来越懂事儿了。他会受伤的。我什么都可以不顾，可是我真的不想让卡卡难过。大姐，别难过了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如果我放弃孩子的抚养权，我能提出什么样的谈事条件？至少也得1周1次吧。不过这也得看你跟明伟以后的相处方式了。我知道了。为了卡卡，我会重新考虑一下的。孩子探视时间1周2次，够可以吧？不可以又能怎么样呢？我说不可以，这份协议就不用签了吗？你别再跟我纠缠这个问题了，我不想因为这个问题再跟你吵架。念在我们夫妻多年的感情上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我就是念及夫妻情分，才没有和你闹上法庭，才把卡卡的抚养权交给了你。好了好了，算你高风亮节。不过我得提醒你一下，孩子姓高，就算你真的想撕破脸上法庭，我高明伟照样不顾一切的会抢回那个抚养权的。我绝不允许你带着我的孩子
嫁到别人家里。说到底，你还是觉得我跟徐磊有不正当关系。我怀不怀疑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我手里的照片，法官看了之后，他是否会怀疑你们的关系正当？对了，婚后财产这一条，关于房子、存款，我会以现金方式给你的，1人1半。我算是仁至义尽了吧？高明伟，你不要以为你这么做有多高尚，我用不着你怜悯，更不用你施舍。我告诉你，如果当初不是为了迁就你的事业，我不会放弃中医院的晋升机会，更不会辞掉工作。这些财产是为我这么多年牺牲事业，为这个家，为你和孩子付出的补偿，是我理所应当得到的。家庭主妇可以是免费的，那是因为有爱。一旦没了爱情，我就要我应该得到的。你怎么现在说话那么直白啊？从分居到现在，好像没有多少时间了。你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？你以前说话没有那么强硬的。我强硬，好吧，我就是强硬的太晚了。算了，除了孩子和财产方面，你还有其他什么要求吗？我还有一个要求，咱们办完手续以后，我想好好的陪卡卡玩一天。好，可以。不过要等我从香港回来之后。什么？你要去香港？那卡卡怎么办？谁来照顾他呀？你不用这么紧张。我既然要了他的抚养权，我就一定会对他负责的。公司奖励明星员工去香港旅游，我会带上他。他不是一直想去迪士尼吗？是啊，1年前他生日，你就说要带他去，可是因为你总是出差，所以总也去不成。现在反而，我却不能陪他了。
眼神和语气都变了。我多希望我肚子里真能有个孩子啊！我总想这辈子能跟自己最爱的人一起孕育一个小生命，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。说到底，我们姐妹俩都是为情所困啊。不过我不会困太久了。我妈已经帮我跟许诺看好领结婚证的日子了。真的？嗯。嗨，回家喽！赶紧换鞋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儿子！哎，乖孙子卡卡，哎呦，让奶奶看看，奶奶想死了，1年没见了。哎，长高了，长胖了。妈妈给你做好吃了吧？对，他做的很好吃的。啊，真的太好了，小卡卡，奶奶想死你了。哎，你妈妈把你培养的不错，你看看多帅呀！啊，对。新磊呢？啊，他找了个工作，最近在公司培训，所以不住在家里。不住在家里，那谁带卡卡？我呀，我正好休年假，带他去了一次香港。卡卡，跟奶奶说香港好玩吗？好玩。哦，卡卡去香港了。嗯。去香港呢，就应该叫上妈妈一起去嘛。爸爸说不带妈妈去。为什么？这孩子，别听他瞎说。爸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妈妈在培训，过2天就回来啊。那爸爸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爱不爱妈妈？如果你爱，为什么不带妈妈一起和我们去旅游呢？你可以让她休2天假呀。爸当然爱妈妈了，爸爸当然爱妈妈了。卡卡，爸爸跟奶奶要聊2句。好，回自己屋去啊。新磊真去培训了？妈，你看你疑神疑鬼的。我说你来怎么不通知我一声？啊，我这个呢也是临时决定的。我们的工会组织我们退休的老头老太太到杭州旅游，这不是回来路过你这儿吗？我就说了，我下车了，我去看看我的儿子，看看我孙子。你不欢迎吗？妈，你瞧你说的，我能不欢迎吗？亏得我们回来了，否则你得白跑一趟了。你去香港这事儿，我还真没想到。哎，我倒是想好了，要是你们不在家呢，我就到新磊的娘家去看看。你去那儿干嘛？那怎么了？我们是亲家，我也好久没见他们了，跟他们聊聊天、见见面也没什么呀。那新磊什么时候培训完呢？哦，这个我不知道。一会儿我出去办事的时候会经过他公司，我顺便问一下吧。好。卡卡。你好，欢迎光临曼莎 SPA。你好，请问杨新磊在吗？您稍等一下。啊，谢谢。新蕾姐，前台有位先生找你。好的，我让他稍等。你稍微等一下，他马上过来。哎，谢谢啊。有人找我啊？是的，这位先生找你。这个是卡卡给你挑的。卡卡在迪士尼玩得开心吗？他路上有没有闹腾？他刚开始有点闹腾，老是说要找妈妈。我跟他说，妈妈去培训，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，要他乖乖的，妈妈才会放心。然后他就安静了。其实我们的孩子还是比较懂事的。过2天就是周末了，星期五我上白班，下午想到学校去接他。哎好，不过什么？我们不是约好的吗？你不要出尔反尔。你放心，我高明不是这样的人，只是我妈来了。你妈不让我见卡卡。不是，是这样的，我们俩离婚的事
你知道我妈身体不好，她有高血压，受不了这个刺激，万一有个什么的。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才想到这些？你就别说风凉话，真求你了。我跟你商量一下，你能不能回来住2天？高明伟，你不觉得你的要求很可笑吗？是，我也觉得可笑，所以这不跟你商量了吗？你就回来住2天，假装我们没有离婚，好吧？你看，妈一向听你的，只要你在就没事了。新磊，你妈是对我很好，可我们现在的关系……那这样，以后你什么时候想来接卡卡都行，这样可以吧？谢谢新磊。卡卡，你的眼睛还要不要啊？不要整天玩游戏机，赶紧把你的积木收一下。等妈妈来了，妈妈自己会大扫除的，我也是她的好帮手哦。等你妈妈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也不知道你妈妈培训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。快去开门。看看谁来了。哎呦，新磊，是你啊？是啊，妈妈，可以帮我们大扫除吗？当然可以啦。妈妈，我最近画了很多画，我舅舅去拿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好，快去吧。新磊，来坐下。你培训结束了，我呢到那个杭州去旅游，顺便就来看看你们。明伟说你去培训去了，你看你怎么丢下这家里一大一小的不管他们了呢？啊，不是，是卡卡总跟我说他同学的妈妈都有工作，我这才……哎呦，小孩的话你也去听。我怎么看你很憔悴啊？是不是培训太累了？还是明伟欺负你了？要是明伟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帮你去收拾他。不是，是培训太累了。不过正好这样的话就不用减肥了。新磊，我这次来给你带了个礼物，我没给明伟看，他看见了一定会说我偏心眼儿，所以啊，我带你到房间去看吧。好，走。妈妈，你看我画的画。然后妈妈，我跟你说，咱们到房间再看吧。顺便问你件事，你是不是真的去工作了？是啊，要不然妈妈还能去哪儿啊？走吧，妈妈。走。等很久了吧？最近忙家里的事儿。谢谢。今天早上收拾东西，发现了这个，怕你着急用。你叫快递就行了嘛，还亲自跑一趟。就是想见你嘛。再说了，你妈最近来了，可以帮你带孩子了，我们还不赶紧在这约个会？哎，对了，咱明天去看这个吧，我好不容易弄的票呢。3张啊？你想带卡卡去啊？他又听不懂。哎呦，你可千万别给我提那小祖宗，我可不敢招惹他。哎，你不是说你妈喜欢看戏吗？带你妈去吧。我妈那是喜欢京剧，这些洋玩意儿她根本就听不懂。这个是中国人翻拍的。明天啊？对啊。我想想，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妈明天有别的事儿。你妈都来了多少天了？你这丑媳妇还能见公婆呢？我丑吗？见你妈更美。你好看，所以我才喜欢你嘛。其实是这样的，我妈这次来呢，是为了检查身体。你看她这边疼那边疼的，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跟她说我离婚的事儿呢？我听你妈平时说话挺中气十足的呀，怎么一来就添了这么多毛病？那我就更要去看你妈了。要不我带你妈到我爸那去瞧瞧？就不用，我估计啊，那就是常见的老年病，啊。你就是心里有鬼。我怎么心里有鬼了？小雪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找个恰当的时候把这个事情跟她说清楚。
你再给我点时间。我又给你时间，每次我要求见面，你就让我给你一点时间，在考验我的耐心呢，还是在考验我对你的爱啊？小雪，别生气了。我们都走到这一步了，见父母就是一个程序和过程而已。你别胡扯这些，从一开始到你分居，再到你离婚，我耗了多少时间，多少精力啊！现在好不容易把幸福盼到眼前了，你就各种欺骗我、瞒我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什么时候瞒过你啊？我还不是为了我们以后能顺顺利利的。没有以后了，我今天来就是和你摊牌的。我把青春全耗在你这儿了，如果我要不到我想要的结局，就别怪我撕破脸了。我说到做到，听清楚了吗？爸爸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奶奶今天煮了很多东西给妈妈吃，妈妈舍不得吃，就留给你吃了。给我吃？妈妈说让你吃得够。明伟，哎，这是卡卡1岁的时候吧？这是他2岁时候拍的。哦，这个是我跟新磊结婚时候拍的，上面还有喜字呢。这是在老家嘛？对。你看看那时候多年轻啊！什么叫那个时候多年轻？现在也不老啊。是不老，可是我觉得他太憔悴了，都是被你这一大一小给折腾的。不至于吧？我怎么没瞧出有什么变化呢？儿子，这女人一结了婚呐，一个心思就放在家庭里了，什么老公啊、孩子呀，自己都顾不上。新蕾是个好姑娘，你要对她好一点，可不能辜负了人家。妈，你这说什么话呀？谢谢你能回来，我妈妈特别开心。没事儿，你妈妈难得回来，我也不希望她为我们的事儿操心，回去又该多想了。再说，这样我能跟卡卡多待些时间，我也很高兴。卡卡说，妈妈给你烧的饭菜，你特地给我留了。特意留给你？我怎么不记得呀？你怎么忘记了？卡卡说你是特地留给我的。是吗？哎，是不是卡卡发现了我们的事情？他发现了。我说这小子最近怎么有点不对呢？你怎么会让他发现呢？我也不知道，那怎么办？发现就发现吧，反正早晚都会告诉他的。对了，你这个床罩要经常换啊，要不然会有味儿的。谢谢。你睡地板吗？是啊，要不然还怎么样？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。这个我知道。要不我睡地板吧。卡卡呀，作业本都带齐了吗？都带齐了。嗯，好。哎，走了，去上学了，快。来，背上书包。今天妈妈送你啊。啊。嗯。跟爸爸和奶奶说再见吧。卡卡再见啊。奶奶再见。哎，卡卡走了。新蕾，
一会儿我去买点菜，晚上我们回来吃馄饨。嗯，好了。好，好好上学啊！啊，奶奶再见。再见，乖。你走了。再见啊。妈，你也刚来，别累着，我们在外面吃啊。什么就叫在外头吃啊？在外头吃多浪费钱呢！他又带孩子又挣钱，太辛苦了。你就知道向着他。我走了啊。哎，你也走啊？那中午我送了朋友，中午跟他们吃饭。家里的卫生你别打扫了，我来做啊。我不打扫谁打扫啊？都等着辛磊，那把他累死的。你别管了，你就记着晚上回来吃馄饨就行了啊。那也行，我早点回来啊。好好，妈再见。再见。小姐，你的车是不是拿去做保养了？能不能赏个脸，让我送你一程啊？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小肚鸡肠的女人，不然我是不会喜欢你的。挑来挑去，都没个名分。哎，这点我早就表明态度了啊！这些年你跟我受了不少委屈，我心里是知道的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兑现我的承诺，给你个名分的。但愿如此。哎，只是你未来的婆婆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我得把她伺候好了，才能慢慢向她坦白。这一点你应该能够理解啊。好吧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就知道你是最好的。来，走吧。小雪，你把车开走吧，反正我今天用不着。那我明天还车的时候又能见你一面啦，我又赚了。亲我一下，不然我不让你走。这儿人这么多，算了啊。人多怎么了？亲我一下嘛，快！高明伟，妈，你不是去买菜了吗？伯母你好，我是谭雪，是明伟的朋友。哦，你就是那个狐狸精啊！妈，破坏我儿子的家庭！你干嘛？什么叫我干嘛呀？伯母，你还叫我伯母？谁是你伯母？我不认识你。小雪，你先走吧。你让开！这是我儿子的车，你干嘛让他开？妈，你干嘛那么凶啊？干嘛那么凶？什么叫干嘛那么凶？我还问你。小雪，我再给你打电话。你个狐狸精！我告诉你，你再跟着我儿子，我跟你没完！你干嘛那么凶啊？什么那么凶啊？你离了婚不告诉我，你安的什么心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的？离婚证我都看到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再跟那个狐狸精在一起，我跟你没完！你等着。妈。卡卡，奶奶有点不舒服，你先回房间。妈，你哪儿不舒服了？我没有不舒服。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？怎么
怎么私自就把婚给离了呢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件事情我不同意。妈，你刚才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我跟新蕾的婚不是随随便便的离的。妈，你胡说八道，你自己在找借口。明明是你对不起人家新蕾，你赶快给新蕾道歉。新蕾，听妈一句话，现在好多人都不知道你们离婚，你赶快把这个收回，收回。妈，对不起，让您操心了。但是，其实我们两个离婚是最好的结局了。什么最好的结局呀？你们俩离婚了，这个家没了，什么好结局啊？这个已经不是我的家了，我现在就回娘家。新蕾，你不能走，卡卡不能没有妈。妈，你们是不是要离婚了？爸爸，你是不是那个坏阿姨呀？爸爸，你不能离婚，你跟奶奶都好，我妈妈也很饿。那个坏阿姨，我和爸爸们都没有你，妈，宝贝。早上出来的时候，家里那个绿色的针线盒很好看的那个找不见了，你看到没有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最近啊都是大姐在家里面，是她收拾的屋子。哎，对了妈，姐夫他，哎呀不是，高明伟他到底想让大姐回家住多久啊？谁知道呢？要看他妈妈住多久了。你说这高明伟也真是的啊！既然知道他妈妈知道他离婚这消息扛不住，他偏偏还要闹出这么大摊子事情，这还要把大姐拉回家给他演戏。你说这早晚都知道的事情，他怎么这样啊？难得他有一片孝心。哎呀，都说啊，有孝心的男人靠得住，可明伟到最终也还是靠不住。这回呀，妈算是看走眼了。亲家母，哎呀，金宇，你怎么来啦？哎呦呦，还买那么多东西，里边坐吧，到里边坐。亲家母，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，我也是又气又难过。你说心里这么好的媳妇儿，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，这明伟他怎么就这么犯糊涂呢？那怎么说离他就离了？你看。亲家，照理说啊，这种事我作为家长不应该多干涉。但今天你既然来了，我就啰嗦几句。我们家蕾蕾一向是做事成熟又有分寸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她是绝对不会同意离婚的。是，心蕾是个好姑娘，我很喜欢她，而且我一直是把她当我自己亲女儿看呢。明伟这次做的太过分了，也不地道。背着蕾蕾跟别的女人在外面都2年了，这事儿我想起来就气得牙根发痒。对不起，亲家母，对不起，我替明伟给你说声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你看看，蕾蕾为他们这个家付出了多少？明伟整年在外面出差不着家，
哎，到了离婚，他倒理所当然的把孩子抚养权都拿去了，这不是看着磊磊老实欺负人吗？亲家母，这件事情我已经狠狠地教训过明伟了，千错万错都是明伟的错，是我们高家对不起新磊。可是，他们结婚都这么长时间了，孩子也那么大了，你说，我们不是都说这个婚姻呢，我们劝和不劝离。我今天来，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，你看咱们是不是共同出个力，想想办法，让他们俩复婚。啊？复婚？是啊，这么好的一段姻缘，你说怎么能说没就没了呢？你说呢？婚姻是儿戏嘛。哦，说离就离，说复就复。到了民政局也要被人家笑话半天了吧？这个我自然知道。我想的是，我主要是舍不得新磊，我舍不得新磊呀。你是认真的吗？那你的心思我明白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这么牵挂磊磊，他也多少有点安慰了。不过亲家，这个事情毕竟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，有什么矛盾也只有他们俩知道，我也做不了主。那要不这样，你找磊磊当面谈谈，看他态度怎么样，好吗？我也不希望他们离婚呐。好吧，好吧。哎，要我说啊，这高明伟当初求你回去住的时候，你就不应该信任他跟他回去。是他不仁在先的，你何必跟他讲义气？那就应该被他妈好好修理一顿。我是看在老太太的份上，看在卡卡的份上，才答应了他。那现在穿帮了，你怎么办？还回去住吗？当然不会了，太尴尬了。我今天就搬回家住了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你跟家人商量接手美容院的事了没有？还没呢，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根本没顾上。这是重要的事儿啊，你得抓紧时间说，你知道吗？我可听说又有人来谈这个事儿了啊，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今晚回家就跟他们说。进来。新蕾姐，楼下有个叫高秀梅的老太太找你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马上就来。谢谢你啊。嗯，好的。唉，明伟的妈妈。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新磊，妈妈求你了，别离开高家，回来吧。妈，您对我的好我都记着。只是明伟，他现在的心根本就不在我的身上。我们两个人已经无法挽回了。我俩现在见面都会觉得尴尬别扭，所以真的不可能复婚了。我现在一想起那个女人，我就来气，长得像个狐狸精的脸，也不知道明伟看上她什么了。新磊，要是妈妈劝明伟和他分手，你会不会原谅明伟啊？妈，他们两个在一起那么长时间，明伟还能为了他跟我离婚，就说明他们两人的感情并不浅。我又何必再去拆散一对有情人呢？感情的事儿，勉强不来的。你这个人呐，做什么事情都是替别人考虑的，你这么苦着自己，妈妈心里真的很难受。妈，我现在都想开了，我这样也挺好的。我觉得，要不是离婚的话，我也不会出来工作，更不会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价值。就像您说的，我为别人活得太久了，我现在应该是因祸得福吧。所以真的很抱歉，我只想好好工作，不想考虑其他的事了。新磊，你知道吗？妈妈的那些老姐妹原来都很羡慕我，说我有你这么一个好的媳妇儿。可现在呢，我还是没有这个福气吗？妈，您别这么说。
只要您不嫌弃，我当您的干女儿，还是叫你一声妈。哎呦，妈，卡卡她以后就要辛苦您多照顾她了。妈，哎，人家呀都说这个婆婆媳妇儿是天敌。哎，大姐，你那个婆婆不对，是前婆婆，对你那么好，那么喜欢你，真的挺难得的啊。当然了，因为我们家有榜样嘛。你看妈妈跟奶奶哪像天敌呀？然然这句话还说到点子上了。那个时候，你爸爸就老说我呀心疼媳妇儿，冷落儿子，是不是玉梅？他是小心眼嫉妒。哎，你们两个我听好了啊，将来结婚了一定要慎重处理好婆媳关系。不管怎么说，婆婆是长辈，孝顺是应该的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只要你对她好，她一定会念着你的好，是吧，妈？这个呀，我才不要看别人脸色呢。将来呢，我就找一个没有婆婆的家庭，这样我多省事儿啊！哈，说什么呀你呀？妈，你干嘛打我呀？哎呀，那将来你爱的那个人，如果父母健在，你就不嫁了？完了，她嫁不到好人家了。要是那些又孝顺又好的男孩，不会再要她了。妈妈，有你这样挤兑你自己女儿，有你这样挤兑自己孙女的吗？你说今天这么多好吃的菜，就堵不上你那嘴。你给我好好吃饭。不跟你说了啊。是啊，这丫头。哎，蕾蕾，你真不打算复婚啦？现在这个工作已经够让我忙的了，真没时间再想其他的。那也是，婚姻要慎重，复婚啊更要慎重了。我们都听你的。谢谢妈。哦，对了，我要跟你们商量一件事儿。我们老板娘想把这个美容院盘出去，然后呢，我跟静茹说想把她接手过来，她出大头，我出小头。平时经营呢由我来负责，不知道你们怎么想？大姐，你的意思是，你以后就是老板了？哇，这太好了！以后呢，我就从然然那儿拿免费的衣服，去你那儿做免费的美容。这胡说什么呢？妈，你又打我！这是好事儿。你喜欢这工作，自个儿拿钱盘下来，正好。奶奶支持你。对呀，大姐，你看你又懂中医，技术又好，如果你经营的话，肯定比现在还好呢。你们能这么想太好了。妈，您呢？我当然支持你了。现在你又没家庭的束缚，一心一意干你的事业吧。啊，太好了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我明天就和静茹商量去。好，快吃，有凉了。多吃多吃。谢谢妈。卡卡，你要多吃点，吃了长得又高又壮的啊。奶奶，我长得又高又壮了，是可以保护妈妈了，对不对？可以不让任何人欺负她。哦，卡卡，你现在已经是个小男子汉了。可是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卡卡，你妈妈呢要上班，上了班呢才能赚更多的钱，赚了钱以后呢才能给卡卡买玩具、买游戏机，对不对啊？奶奶，我吃饱了。赶紧去把嘴巴擦一下。哦。儿子，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。那天在外头呢，我对那个谭雪又推了他，又骂了他。他没跟你说什么吧？那还不至于，他没那么小心眼。不过妈，你也真是的。你别说了，我想过了，不管他是不是破坏你们家庭的坏女人，但我总不能对人家姑娘这样。你看我要不要打个电话给她说一声啊？打电话，我觉得不太合适。哎，你看这样行吗？我以你的名义
邀请他到家里吃顿饭。不可能，我是不会认他的，怎么还能进我们家呢？你不要当他是儿媳妇，当他是个朋友，彼此了解一下，这多好呀。那我跟他打了啊。先生您好，您2位的茶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大晚上叫我出来，就这点事儿啊？什么叫就这点事儿？这关系到我们将来的事儿。你不是要这个市场报告吗？明天我不进公司，怕耽误了，先给你送过来。好啦，这个谢了。去我家吃饭的事儿，怎么说？真的不敢见你那个极品老妈。你怎么这样说我妈呢？还记恨那一巴掌？我从小到大，我爸爸连我手指头都不敢动我一根的。你妈倒好，一来就给我一巴掌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妈昨天说了，那天她实在太冲动，要我一定要给你赔礼道歉。真的假的呀？你哄我的吧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千真万确。否则她不会主动提出来要你去我家吃饭的。哎呀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踏实。哎，你妈不是有什么阴谋吧？小雪，你不能老这样说我妈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再说我们俩的关系，最终还不是我妈点头说了算，啊？你要是这次拒绝了，你们的关系怎么处理啊？行，那我去吧。哎，我这个漂亮媳妇见个公婆，怎么比丑媳妇还难呢？小雪，哎，你去见我妈的时候，带几件体面的礼物吧。我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你对她一份好，她就会念你10分。带礼物没问题，但最近业务这么多，跑来跑去的，没时间啊。那也没关系，那你就去我家门口的大超市，随便买点就算了。别啊，我还怕丢脸呢。这样吧，我让我妈去买。嗯，还是你好，辛苦妈妈了啊。没事。哎，对了，关于去的时间，我有一个附加条件。什么附加条件啊？就是等你儿子上学不在的时间，别到时候你那小祖宗又给我惹出什么乱子来。我怕我到时候发火，我发火你妈还不跳起来啊？到时候这一老一小的一夹攻起来，我可受不了。好吧，成交。来了，亲爱的，来啦。买这么多，你跟我打个电话嘛，我下来接你。哎呀，你快算了吧，到时候你妈又说我家子大了。胡说什么呢，在？哎，你妈呢？她在厨房呢。啊，换个鞋吧。好。哎哎呀，小心点。你们在干嘛呢？妈。伯母。妈。这什么呀？韩雪送给你的礼物。你呀，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分寸。我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当着那么多街坊邻居的面，和那个谭雪在外头卿卿我我的，太不像话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已经40了，儿子也会打酱油了，各种事情千万要当心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妈，谭雪可是你亲自请过来的，你得照顾下她的情绪，别老是板着脸，啊？啊，这样行了吧？我妈最好了，我先出去了啊。嗯。哎妈，这些高级礼品可是谭雪亲自为你挑选的，希望你能喜欢。阿姨，尝点这个。哎呦，我不喝酒，我有高血压。明伟，你没跟他说过吗？啊，妈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情我忘了跟她说了。还是我们家新蕾好，知道我有高血压，
特别的关心，尤其是吃饭呢，哪个该吃，哪个不该吃，关心的那个周到。哎，来，小雪，这是我妈特地给你做的，尝一下啊。好。真好吃，阿姨，你手艺真好。好吃吧？嗯。这个菜啊，是新磊教我做的，我只是学到了新磊的皮毛。明伟，你告诉他，你最爱吃新磊这个菜，你没说过吗？妈。姑娘，你会烧饭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不会。那就是十指不碰阳春水，天生一个大小姐的命。哎呦，和你比起来哦，我们家新磊就命苦多了，带孩子、打扫房间、做饭，什么都得管。哎，你别说，管归管呢，管的那是井井有条，我太喜欢了。妈说这些干嘛呢？来，吃饭啊！来。不会做饭怎么行啊？这一天一天、一顿一顿的，怎么办呢？阿姨，现在这年头，只要有钱，没有什么做不了的。这餐厅饭馆满大街都是，保姆钟点工随叫随到。有钱就是好。哎，这个有钱的人呐，你听见没有？说话的声音都大呀。妈，谭雪跟我一样，都是干销售的，平时不在家的。就算想做菜，他都没有时间，你说对不对？销售呢，辛苦归辛苦，哎，挣得多嘛，而且呢还能买高级的营养品。不过有一点你们别忘了啊，你们呢买嘛要买的，要买呢就买真实一点的，不要买过期的拿来糊弄我这个老眼昏花吗？过期？妈，您开玩笑吧？这些高级礼品都是谭雪托他妈精心挑选的。您是不是看错了？你看那日期吗？那，这不可能啊！这一定有误会，阿姨，可能是我妈拿错了。实在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要不我下次重新给你拿一份过来。不用，我销售不起。你哪拿来的，还是送回哪去？你们自己吃也蛮好的嘛。妈，这肯定是个误会。阿姨。妈。妈。你别跟我说什么客不客人的，我对他够可以的。他对我什么态度？你看见了吗？什么态度啊？不是挺好的吗？好什么呀？我说什么了？就扔筷子给我脸色看呢？还没过门呢，就这样。这要真娶了她，不得把房顶掀了？赶我们新磊啊，差远了。妈，你小声点，你别老把心里挂在嘴上好吗？我没办法，我就觉得新磊最好。我告诉你，我高秀美这辈子，我绝不会认第二个女孩做我的儿媳妇儿。你让这个大小姐，什么都不会的大小姐，该到哪儿去到哪儿去，想办法把新磊给我追回来。妈，你这有点无理取闹了啊！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沟通，我们改天再聊吧。想进我的家门，没我同意，不可能。喂，妈，你这礼品你在哪儿买的？爸爸的病人送的。那你看保质期了吗？你知道过期了，那你还给我？我被你害死了。好，就这样吧，回家再说。拜拜。小雪，气死了。小雪，你怎么走了？我不走，我还杵那天你妈骂我呀。你说你妈什么意思？一口一个新磊的。今天这样，比我挨他耳光还要难受。我长这么大还没受过这种委屈，你知道吗？小雪，真对不起，你先消消气啊！我妈就这个脾气。
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，你别太在意啊。那你在意我吗？如果你真的在意我的话，就要让你妈把卡卡送回老家，我们过我们的日子。你怎么又扯远了？这样吧，你还是先回家啊，冷静冷静。我妈呢也在气头上，我们的事儿等过阵子我再跟她说，好吗？高明伟，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我在你身上牺牲了多少？你能不能拿出点魄力来为我牺牲一次，不可以吗？小雪，你别逼我了好吗？高明伟，如果在半个月之内你不给我答复的话，我们就到此为止。小雪，小雪。我不行，打不动。走吧，歇会儿。怎么样？解气了吧？心情好多了。难怪那些压力山大的人都有这种方法来宣泄呢。哎，你们家许诺不是已经接受了你的暗恋守则吗？你干嘛也来宣泄啊？其实这个暗恋守则呢，只是我一厢情愿的一根救命稻草罢了。我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抓得住。为什么？因为许诺他太善良了，我跟他能走到今天，就是因为同情多过爱情，友情多过爱情，感恩多过爱情，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爱情。我不甘心，所以寄希望于这个什么暗恋守则里，希望他能站在我的角度，我的立场，体会一下我对他的感情吧。你干嘛？刚才愁眉不展的，现在干嘛眉开眼笑？哎呀，没什么，我只是想到姨妈给你准备的礼物而已。哎，你别提那事儿了，快气死我了！你说他怕浪费，也不至于这样吧？那可是要送人的东西啊！哎，真是。哎呀，这也不能怪他呀，谁让他是属于财务出身的呢？他精打细算惯了，你又没有告诉他是送未来婆婆的。我是想着这八字还没一撇呢，暂时就不要告诉他们了。算了，反正现在也撕破脸了，我也省得再去讨好那个老太太。反正以后结婚也不和她住在一起。可是问题是，高明伟还没向你求婚啊。你帮我动用关系呗，帮我找一些未婚的男人。干嘛？你要开相亲大会啊？算你猜对了。鉴于高明伟的主动性太差，我不得不给他点刺激了。我想相他个10几20个亲，重点是让他在现场观摩。我就不信了，逼不成他这个婚。你可真够狠的。欢迎光临一上国际咖啡厅，请问先生几位？你来啦！啊，这个是我请的感情顾问，专门来帮我把关的。相亲也担任感情顾问，调解，果然是与众不同。这是现在新趋势，你不知道吧？这个平常喜欢什么运动之类的？平常，高先生，请坐那边去吧。啊，接着聊。平时喜欢打羽毛球？羽毛球的羽毛球。你闹够了没有？我闹什么啦？我一大龄女青年，我一超级剩女，我为了我自己的幸福去相个亲，怎么啦？我什么不对啊？你这个是相亲吗？10分钟换一个男人，
非诚勿扰也没你换的那么快啊！你分明就是……分明什么了？什么呀？你分明就是在气我！生气啦？嫉妒啊？你吃醋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你知道的，我想结婚啊。小雪，你别逼我了，你知道我现在的处境。你的处境怎么了？那我呢？你拖了我这么久，我心里好受啊。也行，不结婚也可以。啊，给我500万，一分也不能少。500万？你疯了你！你知道的，以我的形象，想嫁一个500万甚至5000万的男人，一点也不难。怎么了？给我钱还是给我人？你自己想吧。你还是要跟那个女的结婚？是的。你怎么就那么执迷不悔呢？那个女的有什么好啊？一脸的红梅相，不尊老，不爱用，不做家务，不做饭，目中无人，自以为是。妈，那是因为你对她不了解，她身上有很多优点的。我才不管她什么优不优点呢，反正我就是看不上她。她能活生生的拆散你和辛磊，破坏你的家庭，你就能保证没有一天她会去拆散另外一对夫妻的家庭吗？那是你对她有偏见。偏见？呵呵，你等着瞧吧，我这叫远见。像这种对爱情不忠贞的女人，你趁早离开她，赶紧回到辛磊身边，说不定他还能原谅你呢。你以为杨新磊对我忠贞不二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跟他离婚，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也出轨了。他一直跟他的初恋情人藕断丝连，他的心早不在我身上了，他怎么对我回心转意啊？恭喜你啊，表姐，漫漫逼婚路终于走到头了。唉，走的可真够累的。什么时候带回去见姨父姨妈呀？唉，我爸妈都不知道他是结过婚的人，更不要提他有孩子的事儿了。真的假的？那怎么办啊？这件事情也藏不住啊。我准备先瞒天过海，等我们结婚了，我再跟他们摊牌。反正我刚刚结婚，他们也不会叫我离婚的。啊，你可真够狠的。这么快就到了，我们再绕一圈吧。哎，不行，明天还要工作呢。那就再绕半圈，你决定啊？不闹了啊，乖了。哎，然然，奶奶。大姐好。啊，丁嘉文，谢谢你啊，这么晚送然然回来。嗨，没事儿，应该的。到了家门口了，上楼上坐坐。哎，奶奶。走，然然。来，小丁，喝茶。谢谢伯母。这长得是挺帅的啊！听说这 BNC 是你们家开的，你不会在骗我家然然吧？啊？我。心雨，哪有你这么说话的呀？行行行行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好吧？对了，帅哥，那我以后要去你们那儿买衣服，是不是可以多打点折？还打什么折呀？我们家衣服啊，你随便拿。真的呀？啊！这才有富二代的感觉嘛！你叫什么丁什么？哦，奶奶，叫我嘉文就可以了。嘉庆皇帝那个嘉，文人那个文。哦，嗨，你刚才要这么说，我不就记住了吗？这名字挺好，有霸气，还有书生气。有吗？刚上来就猛夸呀！咱们先扬后抑呢。这个奶奶，伯母，大姐、二姐，我这今天不知道我会被邀请上楼来，这个挺不好意思的，什么都没买，真对不住啊。都是自己人，不用客气。对对对，不用客气，我们家不讲这么多礼数。哦，没事儿。哎，富二代妹夫啊，这来日方长，以后啊有你表现的机会呢。那行，
家里以后要有什么事儿啊，就尽管跟我说。再加上欣然已经答应我的求婚了，所以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有什么事儿我……你说欣然答应你求婚了，我们怎么不知道啊？哎，我还没跟他们说呢，你这么着急？我当然着急了，我恨不得马上把你娶回家。玉梅呀，这女大可不中留啊，赶紧给闺女做嫁妆吧，不然的话，就快把那个孩子给急病了。奶奶，您就别再笑话我了。奶奶，伯母您放心，我过2天就把欣然带回家见我父母，然后呢，就正式来拜访你们。婚礼的事儿你们也放心，这一定操办得妥妥当当的，不会让你们费心的。快喝茶。哎。这丁嘉文还没回来。哎，你跟我继续做一下。前几天我给你买了几件新衣服，去试一下吧。哎呀，不了，都这么晚了，而且我回去以后呢，还有些工作呢。那好吧，那你开车回去吧，路上小心。哎，我溜达2步到门口，然后打个车，很快就到家了呀。哎呀，你为了履行暗恋守则耽误的时间，按照道理我要回报的嘛。那，你就拿着吧。我没了车，这样才有充分的理由让你来接我呀。而且你才可以给我制造更多的惊喜嘛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你什么都是有理由的。我还要在暗恋守则上加一条。什么？要偶尔给我一个意想不到的。好了吗？什么啊？就这样。行了吧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赶紧回去睡觉了。好，那你慢点开啊。明天见。拜拜。拜拜。早点睡觉啊。都几点了呀？你才回来？看样子有转机啊。还好吧，有一点。其实嘉玲这段时间变化挺大的。你看，夜店也不泡了，是吧？脾气也不发了。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都是因为你。我知道，相比嘉玲来说，我对她的付出真的是微不足道的。谁让嘉玲更爱你一点呢？这点我最有发言权了。谁更爱谁多一点，谁就会更伤心一点。但是呢，得到的快乐也会多一点。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加快脚步的，我也不会辜负了嘉玲对我的期望。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你只是什么都不说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你是一个唯一可以包容嘉玲脾气的人。现在你还没有抛弃她，还跟她在一起好好的，对她这么好，对不对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我哪有你说的那么伟大呀？这只不过是将心比心。对，将心比心。哦，对了，我差点忘了跟你说了，今天有一件重要的事儿要告诉你，是一件喜事儿。那个，今天欣然终于接受了我的人和我的心。兄弟，我要结婚了。祝福我。祝福你啊，真的是。一定要珍惜欣然，一定要珍惜你们这段缘分，一定要好好的。放心，我会的。行了，早点休息吧啊！不早了，你也加油啊！拜拜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，是一件喜事儿。今天欣然终于接受了我的人和我的心，兄弟，我要结婚了。欣然，
今天的你一定很开心吧？我曾经拥有过你，就已经很满足了。能这样看着你幸福，我就安心了。我会以我的方式来守卫你的幸福，也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。进来啦，来，坐下。大姐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既然来了，就得听我的。嘉文给你那2万块钱的卡，是不是一次都没用过呢？作为妹妹，如此不照顾大姐的生意，我可要生气了。再说了，你这都要去见公婆了，我得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这也表示我们对长辈的尊重嘛。好，换衣服吧。